我是国公府的当家主母，帮假女儿顶了叛国的罪名，却因杀死她爱的男妻，逼她打掉肚中男妓的血脉，被毒哑后，亲手把我送上了断头台。通敌叛国的罪名，娘替你顶了。陛下，陛下没有为难你和国公府吧？多亏母亲，现在朝廷上只会夸新任女国公大义灭亲，指证自己母亲通敌叛国，是千古良臣呢。女儿也很开心，因为你终于要死了。我早就恨透了你。通敌叛国也是因为你害死如风，逼我打掉自己的孩子，所以我才要得到更高的权利，不再受制于人。没想到你爱我爱到情愿顶罪，为我去死。真是大仇得报。可那柳如风是一个男妓呀！你即将继承国公之位，可你却要让一个男妓入赘，还怀了他的孩子。我不杀他，不打掉那个孽种，国公府还有何脸面立于朝堂啊！如风为人善良，卖身葬母，走投无路，才沦为男妓。你又懂他什么？男妓的话你怎可轻信？他们向来都满嘴谎话，想骗取钱财呢。当娘的岂会害自己的孩子？娘，可你根本就不是我亲娘。我是二房所生，我娘下毒杀你不成，反被处死。可你没想到吧，她临死之前把我和你刚出生的女儿调包了。灵儿才是我的女儿。没错，这些年我玩楚灵可是玩得很开心啊。按理来说，我那些拙劣的手段根本不可能瞒过母亲你的，可每次我随便栽赃一下，母亲你就信。包括你嫌弃楚灵不检点，被人破了身子，也是我找人做的，就是为了让你讨厌他，好看到你如今这一副又心疼又后悔的样子。灵儿，是娘对不起你。后悔吗？是不是有很多话想对你女儿说？放心，我会在行刑前告诉她你们之间的关系，让你们母女见上一面。但我会毒哑你的喉咙，让你再也没法对自己女儿诉说歉意。对不起，女儿不孝，现在才知道你是我母亲。姐姐，楚灵从小就是一个人，求求你给我一个尽孝的机会，当我母亲吧。妹妹，你怎么来了？这干扰处刑可是死罪呢。我求求你。
不出你杀死如风，逼我打掉孩子的时候，我也是这么痛。我把你女儿叫来，就是想看你伤心欲绝。不过你放心，去死吧！国公府的权力钱财，我会替你好好享用的。灵儿，娘对不起你啊！如有来世，娘一定会弥补你失去的一切。快点，快点！陛下仁慈，看国公府后继无人，居然特许选一位女儿继承国公之位。冉冉，主母准备递上去的名字是你。等过2日你娘大寿，陛下的圣旨一到，你就是开国第1位女国公。我重生了，重生回到了把楚嫣然推上国公之位的前一天。谢谢王奶奶。也谢谢母亲栽培，女儿一定会撑起国公府。不过，女儿最近身体乏累，有劳妹妹替姐姐敬茶了。上一世，我没洞穿二房的阴谋，让你霸占灵儿身份数10年，最终害得我和灵儿惨死。这一世，我会亲手夺走你的凤命，让灵儿继承国公府。你怎么干活的？你怎么干活的？连茶都拿不稳吗？姐姐，对不起，别让你脏手碰我！如此无礼，成何体统？你瞧瞧你娘多疼你！再看看你这扫把星，出生害死我女儿还不够，还想克死嫡女！娘别打我，别打我，我错了。上一世二房死后，他的母亲和弟弟在府中苛待灵儿，对嫣然却是极好。我以为他们是想讨好我，以便留在府中。现在我才明白，他们是早就知道嫣然的身份。跟他娘一样是个赔钱货，就应该把他关死在猪圈里。走，王叔带你回去换衣服，吃好吃的啊！好好滚回猪圈里待着！灵，夫人，小姐，这是在干什么？小姐，听大夫说，用药材喂养的猪肉可以弥补夫人气血亏损，哪怕手上都是裂口，也坚持每天早上偷溜出去挖草药，就等养熟了杀掉，给夫人补身体呢。上一世我被嫣然欺瞒，以为灵儿是二房的女儿，每天都会让她当丫鬟服侍嫣然，挑泔水，次次处嫣然陷害她。我从没信过她的话，还任由嫣然把她关在这猪圈里。夫人，小姐在这儿总是被大小姐指示丫鬟欺负，几次生病都差点活不下来，但她还是惦记着夫人您的。您看在她这么有孝心的份上，就放了她吧。你从库房里挑些好的首饰送给小姐，再把她房间打扫干净。另外吩咐下去，欺负小姐的丫鬟一律发卖。今天起，灵儿
就是我国公府堂堂正正的千金小姐。哎，那边放点栀子花，我记得灵儿最喜欢了。哎，还有地上撒一遍玫瑰水。特别是被褥，拿苏绣的金丝蚕被来。好。上一世我眼盲心瞎，错信假女，害死我和灵儿，但老天眷顾，给了我弥补一切的机会。走，你再跟我去小厨房，准备些灵儿爱吃的。哟，谁允许你从猪圈里出来遛弯了？我还是母亲心疼我，看我即将就任国公，给我买了新房，还给我准备了这么多首饰。滚远点！这些东西母亲给我准备的，要是弄脏了，你赔得起吗？可是我听说这些是大娘给我准备的。你再说一遍，这些礼物是准备给谁的？是大娘给我。你在府中的地位，连我的旺财都不如。母亲怎么可能给你准备这么好的东西？还是说，你一个庶女，想当母亲的亲生女儿？你一个庶女，想当母亲的亲生女儿？我没有。在母亲眼里，你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庶女，将来能嫁给一个杀猪的，都算是你积福。姐姐说的，至于不是啊？说，姐姐说的极对。可是你还知道，你这庶女身份低贱。那我这2个丫鬟伺候你时，也受了不少罪。你这府中的2小姐，就跪下，给他们磕头赔罪吧。怎么，猪圈待久了，还以为自己是国公府身份尊贵的2小姐？跪！这才对嘛！就算我才是2房所生，但你在我面前依旧连抬头的资格都没有。把手洗干净，再把那些全部端到我的住所。但凡脏了，我就剁了你的手！我给灵儿准备的首饰呢？刚才大小姐来这儿，把2小姐打了一顿，还把礼物全部拿走了。好啊，传我口谕，楚嫣然为人张狂，上鞭刑50，我亲自行刑。母亲，你怎么来了？咋还带了鞭子呀？把他拖出去！母亲，你是干什么呀？放开我！把东西拿出来！母亲说什么呢？那些首饰
是我为了让灵儿回来住特意准备的。楚灵，她就是一个低贱、浑身发臭的庶女。我给你送礼就算了，还要让她回来。哎呀，深更半夜的，主母干嘛这么生气呀？皇叔，王奶奶，母亲说要让楚灵从猪圈里出来。主母，国公府好歹也是3公之一，我那外甥女天生低贱，还是个庶女，怎能接出来和嫡女同住？没错，他克死我女儿，还次次陷害嫡女，主母能赏他一口饭，就已是仁慈了。接他出来，怕是要被嘲笑你这国公夫人好欺负呢。我是国公府的当家主母，你们只是二房的母亲和弟弟。什么时候这国公府有你们插话的余地？但之前嫣然把楚灵赶到猪圈，你也没说啥呀？怎么今日又是送礼，又是要接出来的？肯定又是那下三滥，嘴巴不干净，跟母亲说了什么？我现在就去找他。站住！自己犯错还敢怪罪他人？你现在赶紧把东西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我家法伺候。那您打死我呀！就算把我送到宫里的慎刑司，受个那72道刑罚，我也不改。哎呀，好啦，你母亲怎么可能真把你送慎刑司呢？你可是她最疼爱的嫡女，主母也是嘴硬心软。等嫣嫣被你气走了，还不是要追回来？错就是错，我最后问你，给不给？我没错，她就是一个低贱的庶女，我凭什么让她？好，既然你如此冥顽不灵，今日我就郑家规，严公道。哎呦，嫣然呐，哎呦，娘，你居然真的为了那个住在猪圈里的庶女打我！主母，嫣儿自出生你就把她当成宝贝一样疼爱，从不舍得打骂。今日你居然为了我那又脏又臭的外甥女儿，打自己的亲女儿！我不仅打她，还把所有欺负灵儿的丫鬟发卖了。今日她要是不认错，剩下的49鞭都会落在她身上。嫣然马上就要继承国公府，你要真打了，她还有何脸面立足京城权贵之间？之前已经宣扬出去，楚嫣然即将继承国公府，就算要废掉她，也需事出有因，还需收集证据，等寿宴当天再一举拿下。她可有半点国公的样子？苛待庶妹，无视家规，桩桩件件都是老人画饼的事。我说主母为何如此生气？看来是心疼嫣然，怕这件事传出去，有损嫣然名声呢。他这是在考核你能不能担任国公之位呢。你就把东西给他，等拿到国公之位，再要他们母女好看。给就给，反正国公府未来都是我的，我也不稀罕这些破烂玩意儿，就当赏给下人。来人，把那些首饰全部倒到茅厕里。他想要，就让他去捡了。他想要，就让他去捡了。好啦，就让我那外孙女去捡便是，反正是个下贱东西，猪圈住久了还怕茅厕吗？总不能真要嫡女向庶女低头吧？夫人，如您所料，大小姐一生气就请了相国馆的柳如风进府了。你带人在府外等着，只要柳如风一出府，就把他抓去严刑逼供。上一世，我为了保全你的名声，杀死南纪，却反被你记恨害死我。这一世，我成全你们，但国公府的位置，你们休想再得到。然然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帮我赎身，让我入赘国公府呢？放心，那老不死的最疼我了。再说，我的亲生父亲根本不是国公老爷，而是朝中的一位大人。到时候他也会来给我撑腰，我想要什么都能拿到。但你这月在相姑馆以夫人的名义
欠的10万两白银，他还没给呢，不会有什么意外吧？国公府马上都是我的，这点银子还怕没有吗？再说，我都怀了你的孩子了，只待2日后国公之位到手，国公府不仅是我们的天下，我这假嫡女也将飞上枝头，变凤凰。在门口偷看，是也想体验一下南极的滋味。小姐，奴婢什么都没看见，也什么都没听见。我看你是把怀孕、篡位和我假嫡女的身份听得一清二楚呢。不过，看你伺候我很久的份上，就留你个全尸吧。小姐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小姐饶命！饶命！娘，昨夜你既为他出头，等寿宴我继承国公府，就别怪女儿大义灭亲了。夫人，这是柳如风的供词，不过并没有嫣然小姐生父的消息。这楚嫣然生父到底是谁？居然一点消息没查到。勾搭南妓，未嫁先孕，草菅人命，还放印子钱害人家破人亡。他到底有多蠢，居然把这些事告诉了一个继子？夫人，大小姐要真当上国公，万一被这南妓泄露出去，国公府怕会有灭顶之灾呀。这是我给皇上的奏折，上面写了我要让灵儿继承国公府，你去交给皇上。是。世人都以为你是人畜无害的国公府小姐，这次不管你生父是谁，我都会让众人好好看看你的真面目，再用这些证据亲手把你绳之以法。太热闹了！恭喜嫣然小姐，马上就要成为我朝开国以来第1位女国公了。国公府将门世家，府中男丁全部战死沙场，此等忠臣才得陛下开口选个女儿继任国公之位。其他世家谁有此等殊荣啊？听说有个庶女也争继承权，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，哪比得上我们堂堂嫡女？哎呀，什么味儿啊？这是，好臭啊！这什么味儿啊？这什么味儿啊？这是！大家勿怪，我这庶妹一向古怪，喜欢住在猪圈，与猪同住，自然沾了些不干净的味道。今日乃是国公夫人大寿，嫡女继承国公之位的重要日子，一个下贱的庶女敢如此不洁就闯进来，是母亲让我来。母亲不过是让你来考验我，你还真把自己当二小姐，敢来这儿碍我的眼？还是说你想白日做梦，等着圣旨到，宣布你继承国公府呀？他还拿着猪肉来祝寿，不说还以为我们国公府的二小姐是杀猪的后代。赶紧滚出去！一身恶心人的味道，我可不想吃完就吐。这是我辛辛苦苦用草药养的，我只想带给大娘，帮她补补身体。连块猪肉都能当个宝，还真是符合你庶女的身份呀。既然你这么宝贝这块肉，我就把它拿去喂猫喂狗。别拿我的肉！滚开！姐姐，你把肉还给我，这是我养了1年，给大娘补身体的。一个长在猪圈的低等庶女，敢来参加寿宴也就罢了，还送块破猪肉当寿礼，故意让我和母亲丢脸是吧？来人，拿清水好好洗洗它，免得身上的臭味儿坏了大家的胃口。哟，
这出水芙蓉小眼汪汪的，是想扮可怜，让母亲误会我在欺负你吗？我没有，没有，在这装什么可怜样？冲完水还这么丑，自己把外衣脱了，别待会儿让大家吃完吐出来。姐姐，你放过我吧，我不要脱衣服，我现在就走，我再也不敢来打扰您和母亲了。我是嫡女，即将继承国公府的女国公。你在寿礼上对母亲和我大不敬，还敢违抗我的命令？你不脱，我就帮你脱。圣旨到！谁说国公府由你继承了？灵儿，你没事吧？大娘，这是娘，这是我特地去佛寺一步一跪求来的玉佩。娘，这庶女衣着不得体，在这让您丢脸。女儿不过说了她2句，她就凶我，还要动手。女儿真的被吓死了。没有，我没有。我们作证，的确是庶女要动手的。这国公府主母向来颇宠嫡女，要什么给什么。即便想要天山的雪莲，也愿耗费无数人力，只为摘一束我女儿一笑。这庶女敢得罪嫣然，怕是要死定了。灵儿打你怎么了？你欺负她，她还手，那是你活该。母亲，你到底在说什么呢？多说无益。今天张公公带圣旨来，就是来宣布我国公府未来的继承人。你放心，你生父早就帮你安排好了，圣旨只会是你的名字。你母亲也就做戏给别人看呢，想给自己落个贤良淑德的名声，你就先顺着她啊。嫣然，以后你就是国公了，可要和我们大家多来往来。国公府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念镇国公府护国有功，朕特许其女儿继承国公府，其名为国公府二小姐楚灵。这圣旨上应该写的是嫣然的名字啊！不可能，我才是嫡女，国公府唯一的继承人。这圣旨是假的，是你们合起伙来骗我！放肆！圣旨在此，岂容你质疑？张公公代表的是皇上，你此言此行，是想让整个国公府为你陪葬吗？圣意已决，从今日起，楚灵便是我国公府名正言顺的继承人。春儿，奴婢在。帮大小姐，哦不，帮楚嫣然把她头上那只东海苍珠步摇，身上这件云锦苏绣外袍退下来。这些都是按国公继承人的分例所致。如今，该物归原主了。你们敢？这是我的，都是我的！娘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主母，嫣然可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怎么能宠庶女，不疼自己的亲生女儿呢？亲女儿，她就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事后，我自会向大家交代。灵儿，接旨吧。以后啊，你就是新任的郑国公了。可我……别怕，娘在呢。不行，国公府只能是我的，我不允许你把国公府给这个猪狗不如的庶女。哎呀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烧毁圣旨，藐视皇恩！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拿下！等下，嫣然如此疯魔，还不是被他所逼？还把继承权给这庶女，如此行径，谁能忍受？我看肯定是这庶女在哪儿使了见不得人的妖术，否则祖母怎么可能如此对待嫣然？是啊，嫣然是他的亲女儿，一向疼爱，
要不是这庶女使了妖，继承人怎么可能是她呢？没错，国公府乃三公之一，让一个在猪圈生活的下等庶女继承国公府，如何服众？我等必上奏陛下，替嫣然小姐讨个公道。上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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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夫人，这民意难违，如若此事没处理好，激起群愤，朝中大臣们怕是会联名上书，到时楚灵小姐的国公之位怕是有危呀。嫣儿，他肯定是为你当众惩戒庶女，丢了国公府面子，生气呢。他现在骑虎难下，你快去敬杯酒，好让他借坡下驴，回心转意。母亲，女儿在您大手殴打庶女，有失风法，请母亲恕罪。女儿一定改过自新，不再做有失继承人的事。你没必要在这道歉敬酒装好人，我不接受。今日这国公府的位子，灵儿她坐定了。母亲，女儿已经给您道歉了，你干嘛还想着这个肮脏的庶女？宠爱庶女，打压嫡女，这样的母亲真是闻所未闻呐！是会这样，是闻所未闻。灵儿，你送给为娘的寿礼呢？啊？大娘，吃肉脏了，我无妨。春儿，取小刀和盘子来。是。肉质紧实，带有药香，果然是用心喂养。这是为娘今日收到最好的寿礼。国公夫人眼光何等挑剔，就连高丽进贡的万年人参她都看不上，竟然吃了那猪肉，还说是最好的寿礼。这楚灵给他灌了什么迷糊汤啊？母亲，您宁可吃这污秽之物，不要女儿一步一跪，诚心求来的开光玉佩吗？求来的。各位，不是好奇我为何要把国公府的位置给楚灵吗？今天我就告诉你，因为楚嫣然品德败坏，不守女德。就拿这玉佩来说吧，是她从相姑馆南骥的裤腰上顺来的。这玉佩是她在相姑馆跟南骥花天酒地从人家裤腰上顺来的。国公府的大小姐平日乖巧无比，私下居然花钱去找南骥。只听闻男人去相姑馆享受龙阳之好，这大小姐去找南骥，还真是连脸面都不要了。母亲，你休得冤枉我！女儿上了3000台阶，一步一跪，膝盖都磨破了，只为求母亲平安康健。如今女儿一片孝心，比不上从猪圈里拿出来的臭肉也就罢了，你还要辱我清白？楚嫣然，你口口声声说孝心，那我问你，你买这玉佩的钱从何而来？自然是女儿平日攒下的月例银子。是吗？你那每月20两的月例，除去打赏下人、购置胭脂水粉，还能剩下多少？哼，购买这价值100两的玉佩。分明是寿宴前夕，你去相姑馆找南骥玩了到不知天地为何物了，临时顺来个玉佩给我当寿礼。哼，楚嫣然，你还真够不要脸！你胡说！你别为了抬举楚灵，污蔑你亲生女儿的清白！主母，此话可不能乱说啊！这关乎嫣然的名节和国公府的声誉。污蔑！他楚嫣然看似情深，实则荒淫无度。既然你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李妈妈，带你的人进来吧。
相姑管老鸨代管内郎君参见主母。天哪！国公府的大小姐居然真去相国馆找南霁玩乐，还是3个，还剩了南霁的玉佩送给自己的母亲祝寿，这都不知道是南霁陪他还是他陪南霁了。母亲何必为了让庶女上位血口喷人呢？我根本没去过相姑馆，也没点过南霁。没错，我们家嫣然乃京城贵女，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？我看你就是不想让嫣然继承国公府贵捏造。主母真是当得一手好家呀，宠爱庶女，是非不分，如今还污蔑自己亲女儿的清白，我定要求见皇上问一问，天下母亲是不是都如你这般？夫人，这可是你女儿的清白啊，空口无凭，怕是不好吧？真相摆在你们面前都不信。既然如此，我就让你们看看她楚嫣然的真面目。小姐，忘了，正月夜晚湖中游船，你说要和我私定终身，还打赏了我5000两。你胡说！小姐正月5时和我在汤泉行宫，还说世上只爱我一人，更是打赏了我2万两。明明那天清晨和我在花园赏花，事后打赏了我3万两，还和我说他有了新欢。白日赏花，正午汤泉，夜晚游湖。这楚小姐私下带南霁出去玩乐，比那些在青楼的男人还花。好啊，你们被楚灵一个个的张罗过来，辱我清白，信不信我叫衙门把你们全部抓起来？就是，谁没长一张嘴呀？我还说你们杀人放火呢，有本事拿证据来呀！哎呀，好歹也是国公府大小姐呢，让我家郎君陪酒玩乐，就想擦屁股不认账啊！李妈妈，这空口无凭，就算去衙门，也得讲究白纸黑字的证据，不是？夫人教训的是，这是大小姐亲自书写并画押的欠条，共欠赏银白银10万两。大小姐共欠赏银10万两白银，白纸黑字，是铁证。真是大小姐的自解，居然给南霁花了如此多的钱财。怪不得国公夫人不把继承人给自己的亲女儿，原来是早知道她在外面不检点，破了身子。我说母亲为何如此对我，原来是受这个贱人的蒙蔽。放肆！你犯了错还敢动手？我有何错？这个欠条根本就不是我写的，而是这个下贱的庶女伪造我的字迹。去拿楚灵的字帖来。大家尽可一观，这楚灵的字迹和我一模一样。是，的确一模一样。大娘，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这可是你练字的字帖，和欠条上的字迹
一模一样，不是你，能是谁？我看呢，就是这庶女自己挪用钱财，打赏男妓，还想嫁祸嫡女，好自己继承国公府。那就说得通了。嫣然向来熟知女德，肯定是这庶女怀恨在心，蓄意嫁祸。还好我一直模仿楚灵的自己，否则今日就露馅了。母亲，你也是被庶女蒙蔽，现在让我继承国公府，我倒是可以大发慈悲，不计较，否则我定要去百官面前申冤。只要你不知道我和如风的事儿，就算捅到皇上面前，国公府也只能是我的。哼，楚嫣然，如果你刚才认罪，我还会给你留份体面。但既然你这么不要脸，我就让大家好好评评理。来人，把他最爱的男妓柳如风带上。什么？他就是我女儿最爱的男妓，相姑馆的头牌柳如风。如风怎么被他抓了，还被他打成这样？不行，我一定要跟他撇清关系，事后再帮他报仇。柳如风，你认识他吗？主母哪的话，我一个贱民，怎么可能认识国公府的大小姐呢？那你画押的供词也是假的了。看来我的手段没法让你说实话，不如把你送到昭狱，让他们好好管教你。昭狱可是死人窟啊，夹棍、剥皮、割舌、断脊、刺心，还有蜈蚣灌耳，一般人进去不死也残啊！甚至有凶犯被做成人质，只有头能说话了。嫣儿，你快救我！我不要入昭狱，你说过会让我入赘国公府的。未婚女子私通男妓，还欠下巨债，还想让男妓入赘国公府，这楚小姐真够不要脸的。你谁啊？我根本不认识你！嫣儿，前几日我们还私定终身，你还用你的赤红肚兜蒙着我的双眼，在屋内戏耍取乐。你这狂徒，休得胡言！好你个楚灵，居然敢栽赃嫁祸你亲姐姐！妈，这不是我干的。主母，这都不是实证。嫣然她一向乖巧，定是这庶女找人做局呀。实证？哼！张太医可在？臣在。帮我的好女儿把脉，看看她肚子里和男妓的野种是否安好。看看我女儿肚子里和男妓的野种是否安好。我这好女儿啊，遇见柳如风之前淫乱不堪，有了她后倒忠贞不少，估计还想让这野种继承国公府呢。不，我不要把脉，我不要。如此看来，这楚小姐真怀了这男妓的孩子。贵为国公嫡女，行为放荡，淫乱不堪。要是继承国公府，简直是丢我们王公权贵的脸啊！你就先向他低头认错吧，他最宠你了，到时候说点好话糊弄下，加上你生父会过来给你撑腰，你还怕比不过一个庶女？但我不能承认是如风的孩子，否则就算是父亲也帮不了我。父亲，女儿绝对没有怀男妓的孩子，这孩子是个小王爷的。哼，王爷，你还真是不要命了，居然敢攀附皇亲！娘，你信我，女儿怎么会骗你呢？好啊，那你就去官府好好辩一辩，最好传到陛下耳里，我看谁能保你。带走，送官。娘，此女犯错，父母同罪，别想撇干净。女儿若被定罪，丢的是国公府的脸，你在京城显贵面前也休想抬起头来。夫人，要不就算了吧，今日这事我们就当没看见，何必闹到衙门呢？对，毕竟是母女，就饶她一次，以国公府的门第，日后还是好嫁人的。
主母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嫣然是你的亲女儿，她犯错，陛下也会问罪于你，何苦呢？亲女儿？她根本就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是死是活，与我何干？她根本就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是死是活，与我何干？难道他知道母亲死前把我和楚灵调换的事情了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主母，嫣然从小在我们眼皮底下长大，怎么可能不是你亲生的呢？国公夫人，犯再大错也是自己孩子，这伤母女和气的话说不得。何况你一直把嫣然捧在手心，含辛茹苦把她养大，怎能说不认就不认呢？自古以来，孝子当先，女儿虽犯此大错，但从没有不孝之举。母亲若因宠爱庶女就抛弃自己的亲生女儿，我定要去陛下面前哭诉感冤，是你一个抛弃骨肉的罪名。哼，好一个抛弃骨肉！我养育了你数十年，这种千古骂名的帽子你说扣就扣。既然你如此不知悔改，我也让你知道什么是因果报应，把你知道的事一五一十的说出来，兴许我能免了你去诏狱。我，哼，张公公，听说你一直想要个颇有姿色的太监，不如送进诏狱之前就把他赏你。谢国公夫人赏赐，咱家定会好好疼爱他的。来人啊，带去咱家宫里伺候。不，夫人饶命！小人说，楚嫣然其实是二房所生，是假嫡女。楚嫣然其实是二房所生，是假嫡女啊！楚嫣然，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混淆国公府血脉，冒充嫡女数10年之久啊！我没有。母亲，你就算不想认女儿，也没必要伙同这个男妓，编造这种杀头的谎言。你和你的母亲真是相像，但从前我没有冤了你母亲，这次也不会冤了你。柳如风，事关未来郑国公，如若你造谣生事，你可知是何等大罪？小人敢对天发誓，嫣然小姐送了小人许多贴身信物，其中这一块是随身携带的，刻有安字的珊瑚手串。他说这是他母亲传给他，是祖上给男方的定情信物。安，这不是已故二房王念安的闺名吗？这珊瑚手串的确是二房夫人的心爱之物啊。王老夫人，这手串你应当认得吧？为何你女儿的东西会在嫣然手中，还成了她生母的遗物啊？我说，整理女儿遗物时，这珊瑚手串怎么不见了？原来是被嫣然捡去了，可能是她误会这手串是主母您的，以为是您和老爷的定情信物。老家伙，话圆的是滴水不漏。对，这是女儿捡的。女儿从小听闻母亲和父亲情比金坚的故事长大，以为这是当时的定情信物，就把它赠予了如风。没想到居然被母亲误会了。捡的？如此巧合？还是说王老夫人早就知道嫣然的身世，甚至当年我生产之时，你与你那好女儿王念安动了什么手脚？主母，我王家虽然落魄，但
也被先帝重用过。哼，你想凭一个手串诬陷我死去的女儿和我王家？你这是在质疑先帝的眼光吗？娘，奶奶，你个晚辈，居然敢打我！倚老卖老，敢拿先帝当挡箭牌，有何打不得？你们祖孙俩，一个说的情比金坚，但行为放荡；一个装的伪善，实则两面三刀。好，今日我就替你们王家祖辈好好教训你们。把柳如风拖下去，带当年的接生嬷嬷上来。是他，夫人，就是他。当年调包大小姐的事，是他威胁我干的。楚灵小姐才是您的亲生女儿。当年调包大小姐是他威胁我干的，楚灵小姐才是您的亲女儿。我是大娘的孩子。刁奴，敢造谣嫡女的身份，我撕了你的嘴！放肆！你王家一个末流世家，敢在我国公府动手！沈清，你居然三番五次敢对我娘动手！叔叔，奶奶！哎呀，夫人不愧是将门之女，武力不减当年啊！李嬷嬷，你只管说，当年我生产之时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夫人明鉴，当年二房因陷害夫人入狱，出行前和夫人同时生产，用力呀，夫人！各自产下一名女婴，用力呀！出来了。母亲，女儿好恨，没能毒死沈静那个贱人。日后有他在，我的孩子继承不了国公府，又如何完成那位大人的心愿？王老夫人心疼自己女儿，更心疼自己孙女，于是心生一计，那就换了沈静的女儿，让我王家的孩子当国公府的嫡女。他用老奴一家老小威胁，让我去换了夫人的女儿。为保日后不认错，二房用了不会褪去的隐形颜料，在自己女儿耳里点了一笔，遇水则现。若夫人不信，可用水一试。春儿，灵儿小姐的耳里怎么会有颜色？不可能，楚灵才是我的女儿，为什么她耳里会有二房留下的痕迹？你马上就要继承国公府，这白矾可以洗掉你耳里的颜料，否则万一被人发现，你国公的位置可就不保了。那再给楚灵那个贱人点一个，这样才万无一失。姐姐，你来这干嘛呀？来帮妹妹画个东西。是姐姐，姐姐前些日子按着我给我点的。还敢在这装模作样？明明你才是二房的女儿。我没有，灵儿没有。证据确凿，还在这哭啼啼扮可怜，还想让母亲和大家被你误导不成？主母，这个下贱庶女诓骗大伙，
谋取国公之位，好好的寿宴和继承仪式被搅得一团糟。我建议立即处死。没错，必须处死，否则嫣然和我王家不是白白被诬陷受委屈。果然是庶女，满嘴谎话，枉费我们大家伙的信任。此女行为恶劣，满嘴谎言，断不可留啊！咱家倒是有个想法，既然要验明正身，不如就验个彻底，来一场滴血认亲。对呀，你说什么？滴血认亲啊！这方法不错哎。滴血认亲？来一场滴血认亲。滴血认亲？张公公，证据确凿，滴血认亲这种有伤母女情分的事，大可不必吧？咱家在这宫里待久了，什么脏事没见过呀？不把人查个底儿朝天，又岂知这人心是黑是白呢？春儿，拿水来。你既然是我的亲女儿，怎么自证身份都不敢吗？还是说你就是个假的？谁说我不敢？站住！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想在水中下白帆！嫣然姑娘好心机呀，这白帆入水，即便不是亲生血脉，也可相容。想必自知自己根本就不是国公夫人的亲生女儿吧？容了。血液相容即为亲，灵儿小姐说的是真的，她才是国公夫人的亲生女儿啊！一个假嫡女在真嫡女头上蹦跶数10年，还把人家关在猪圈，各种凄凉，真是用心险恶，恶毒至极啊！你快去找王硕大将军来救驾，否则嫣然和我今天定出不了这国公府。夫人，楚小姐生父不管怎么查都查不到，怕是权势滔天，我们要不慎重一些。他不出来，就逼他出来，到时候我会用楚嫣然的安危逼他走到明面上。只要他敢来这国公府，我定让他有来无回。主母，这定是误。你勾结其女，偷换我沈庆亲生骨肉，欺瞒家主，罪大恶极。楚嫣然冒充嫡女，品行卑劣，珠胎暗结，玷污门楣，桩桩件件皆是死罪。来人，把他们3个各打50大板，拖到官府定罪，再即刻送往断头台处死。你敢？实话跟你说了，嫣然确实不是国公府血脉，她生父尊贵，但凡她有一点损伤，你国公府就等着灭门吧。没错，我父亲可是大人物，他的人马上就到，动我你们都得死。哼，好大的口气啊！我国公府历府1000年征战无数，能让我国公府灭门？难道你父亲是当今陛下不成？当然不是。那我国公府又有何惧？大伙儿也听见了，我悉心养护他楚嫣然20年，他不知感恩也就罢了，结果连我国公府血脉都不是。我不管你生父是谁，如此行径，我定要上报陛下，治他的罪。给我打！沈清，你个贱人！我父亲的人来了，他不会放过你的！住手！这
汪硕大将军怎会来此？汪硕将军乃是一品大将，在大夏军方可谓数一数二的大佬。若是国公爷还在，或许可与之争锋。可如今，汪父，你完了！什么？居然楚嫣然的亲生父亲是汪硕。干爹，你快来救我呀！怪不得楚嫣然这假嫡女有恃无恐，原来汪大将军是他的干爹。汪硕是楚嫣然的干爹，那他生父的身份，怕是朝中地位更高的人。但为何不认回这女儿，还把楚嫣然留在国公府里？干爹，你看女儿被打的，你一定要替我讨回公道。将军呐，这国公府目中无人，你定要好好惩罚他们呐！夫人，好大的胆子，连我汪某人的干女儿都敢动手，还不放人？将军来我府中，二话不说就让我放人，却不给个解释吗？还给你解释？你一介妇人算个屁！我既奉了他父亲之命，人我就要带走。沈清，就算我霸占嫡女身份，搅得国公府上下不得安宁又如何？这天塌下来，自然有人帮我顶着。你还不是得乖乖低头，奈何不了我？接下来的一切，怕不是我熟知的历史，但不管你的靠山是谁，我也定要给我女儿讨个公道。你敢对本将军动手？我国公府世代只效忠陛下，今日你若是不把事情解释清楚，让他生父过来赔礼道歉，将军的命就留在我国公府。小娘们性格还挺泼辣，好，不愧是沈将军的遗女。可惜当初要不是你嫁给楚勋那王八蛋，哼，老子定把你绑回府中做小妾。敢辱我夫君，看剑！嫣然父亲身份尊贵，劝你知进退，别自寻死路。将军息怒，夫人也是一时气急呀。沈清，你个贱人，放开我，我还可以饶你一命，否则就是杀头的死罪。哼，就算他不放人，有本将军在，也断然没人敢动你。我国公府千年名门，替大夏驱敌无数，连皇上都要礼让3分，你又算什么东西？今日，就算我把他们杖毙在此，也无人敢指责我国公府。继续打！你的黑煞军不是在边关吗？怎会来京城？实话告诉你，今日不管你放不放人，我黑煞军都要杀得你国公府血流成河。这汪将军疯了吗？敢派兵灭国公府？汪硕，我国公府乃3公之一，楚嫣然一家偷我女儿身份20年，混淆血脉。你居然为了救她，不经过皇上允许就派兵灭府，谁给你的胆子？皇上，如今卧病在床，一个将死之人，我还听他的话。何况这朝廷里多的是想让你国公府倾覆的人，我只是替天行道罢了。这汪硕背后到底是谁在撑腰，居然让他如此猖狂？母亲小心！刚才不是得意的要把我杖毙吗？继续啊！母亲，你们趁乱偷袭，卑鄙下流！
我就是卑鄙呀，就是下流，能拿我怎么样啊？现在你们生杀大权都在我手里，我想打就打。你们再敢动手，我国公府的手下的4大将军定率10万铁骑，让你们成为马下亡魂。要是知道你铁骑在这，我干爹还敢为辅啊？现在这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，你去哪儿喊你的铁骑呀？今日你国公府注定被灭。今日危局，我早就料到了。巨将谷怎么在这儿？巨将谷，谷垂落，4将携万军见。国公4将，那可是大夏顶尖战力，国公夫人这是动真火，要跟黑煞军开战啊！我倒要看看，你们今天能不能活着走出这国公府。别让他吹下去，否则我们就都完了。干爹急什么呀？这谷早就被我毁了。哎呀，你不会以为这么大的东西运进府中，我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吧？虽然不知道它有何用，但以防万一，我还是做了些手脚。是不是很意外呀？干女儿做得好，别其不来，今日他国公府满门就得死在这儿。别着急呀，干爹，我刚想到有个有趣的游戏。干爹的黑煞军个个如狼似虎，煞气十足，常年需要去京楼发泄，不如就让他们品尝下这世家小姐的味道。干爹意向如何呢？好主意。这千金大小姐的滋味，我这些粗人兄弟还没尝过。兄弟们，青楼的娘们尝够了，想不想尝点新鲜的？想！好，后面排队。老子尝不了他储训的遗孀，尝尝他女儿也不错。刚才不是嚣张要叫铁骑，怎么现在就哑巴了？要我帮你叫吗？救命呀！快来人呐！有人偷我女儿了！你铁骑在哪儿呢？人家好怕怕呀！从今日起，你的女儿就是被万人骑的贱人，但我会留她一条命，把她卖到青楼，做你最看不起的妓女，并让如风好好管教她。谁跟你们说？这股坏人，川儿，动手！不好，快阻止他！万军来！末将青龙，末将白虎，末将朱雀，末将玄武，请万军参见夫人。是国公府的4大将军，个个一骑当千，是驰骋战场的杀神呢。他汪硕还敢为了一个假嫡女要灭国公府，也不看看自己打得过人家吗？这2位说要血洗我国公府，还要让我的女儿被万人骑。4位将军有何高见？那找死的狗杂碎，派兵为辅，动俺家小姐，
现在就把他俩头砍了，挂城墙。我倒想把这假女断其四肢，头眼割掉耳鼻，做成人质，看看他亲生父亲是何权情。倒不如拖到皇宫，当着朝中那群文弱书生面给杀了，省得个个觉得我国公府软弱好欺。大哥们，别火气这么大，这杀害一品大将可是犯法的，要杀偷偷杀。敢！别以为你们是什么大将军，就可以为所欲为。在我父亲面前，你们就是四条狗。四位将军保家卫国，乃朝廷的大功臣。你个不知从哪冒出来的野种，也敢在这儿说三道四！哼！既然你父亲不来，我也懒得和你们继续拖延下去。四位将军，送他们上路。来！皇上金牌在此，你们敢动摄政王独女试试？皇上金牌在此，你们谁敢动摄政王独女？皇上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没想到这假千金居然是摄政王的独女。大姐，太子双腿残疾，皇上命不久矣，特命太子亲叔叔为摄政王，辅佐太子事务。如今摄政王府可谓是权势滔天、万人之上的存在呀！摄政王一生委屈，好不容易有了子嗣，却处心积虑的让他的女儿当我的孩子，到底所图何物？你嘴上说效忠皇上，见皇上令牌不跪，那可是造反！皇上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贱人，刚才那么得意，现在还不是跪在我脚下？母亲，俺们在这儿，你个死丫头还敢动手？住手！大哥，现在多少真是造反了。夫人自有决断。我是大夏郡主，摄政王独女，你们不过是一群奴才，我皇族脚下的狗，有什么羞辱不得？呸！就是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货色，我们可是皇亲。沈清，你不是要杀我吗？哎，是皇上令牌在此，不敢，怕造反吗？这才是给皇室当了一辈子的好狗，不叫呢。以为这样我就拿你没办法？春儿，拿族谱来。从今天起，你不再是我女儿，与我国公府的情分就此决断。我父亲是摄政王，是皇族中人，谁稀罕述你国公府的族谱啊？是吗？但摄政王还没让你进族谱认祖归宗吧？那又如何？不在两家族谱，你就是一介草民，我杀你也名正言顺。沈清，你疯了！皇上令牌在此，你居然敢杀害亲王女儿！你没入族谱，名不正言不顺，而我将门独女，父亲是护国大将，亡夫更是镇国公，敢陷害我国公府唯一血脉，我杀你个贱民，谁敢拦我？国公夫人失心疯了，快把她给我拿下！快去请王爷。公公，你也快派人去请太子。奶奶的，老子可害羞了！夫人的事，上！沈清，王爷马上就到。嫣然要是受伤，王爷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个疯子，胆敢杀害皇妻！你国公府就等着在史书上狠狠记一笔吧！
老婆怎么跟你拼了？我是郡主，是你的主子，你不能！红毛关在此，你敢动他？这是你父王特地给你准备的。就算我现在没有认祖归宗，也只有陛下能杀我。怎么敢动我一根汗毛，这都是造反！殿下，不好了，殿下，摄政王的人大闹国公府，两拨人打起来了。殿下，摄政王终于要对国公府出手了。若国公府被逼急动了手，这盗反的罪名一旦落实，他就可以光明正大出手清理了。老师说的极对，若再不出手，一旦国公府失势，这皇位怕就属于他的。来人，摆驾国公府。楚嫣然，你除了靠这些还能干什么？但这就是皇室的特权呀！就算我犯天大的错误，也有陛下和父王撑腰。啊，对了，记得很早之前，你就像条小狗一样，抬着我到处跑呢。要不这次我在你母亲面前拴着你，我看他会遵皇命，还是会对我动手呢？休得放肆！夫人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我和兄弟们就带兵进宫，抓了他摄政王。大不了，咱就反。你看他敢不敢？国公府担任镇国一职，千年从未有一人造反。他敢为了一己私欲起兵，就是对不起列祖列宗。很生气吧？给你机会砍呀！来呀，砍我呀！今日我倒要看看，有父王和陛下撑腰，你们谁能奈何得了我？你是母狼，还挺虎崽呀！你个狗仗人势的畜生！陛下若知道你这般大闹国公府，定当问责于你。我国公府世代功勋，战功赫赫，你如此行事，天下百姓皆会对你口诛笔伐。只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不过这么一说，我倒改主意了。你之前我也欺负够了，如今我黄马褂加身，令牌在手，又是你们的主子，不如我就拴着你母亲去大街上溜一圈，不是更有意思？好主意！若能把国公府主母拉出去溜，想必再无人敢轻视摄政王府。看看你敢动下身世！楚嫣然，明明是你冒充嫡女有错在先，还敢当着我们面要羞辱夫人！我是主子，喊她数十年母亲，不是她的福气吗？以我的身份，太子远亲，摄政王的女儿，皇上的侄女，能让你养大都是你国公府祖上烧高香了，我有什么错呢？都给我让开，否则不遵皇命就是造反！哼，我国公府既受镇国之命，就不会违反皇命，但你如此行事，事后必遭到报应。现在的朝廷是我父王说的算，我父亲代表着皇命，是这大夏的天，而我更是你这种凡人一辈子都触及不到的高度。我的羞辱就是给你的恩赐。太子殿下到！
什么时候朝廷重臣的命轮到楚小姐做主？你敢把太子请来，以为这样我就动不了你了吗？大胆！太子御前，你不行礼，还如此无礼！我等奉王爷之命，望太子别插手为妙。张公公，掌嘴。是。郡主、将军，咱家无礼了。我这阉人手劲儿大，望两位忍耐一二。来人呐！你一个无权无势的太子，敢动我们？我有黄马褂，谁敢动我？刚才尔等说夫人以下犯上，私自处刑。如今你对我无敬，孤难道打不得？何况如今是孤监国，皇叔不过辅佐之权。你等别忘了主次尊卑。你敢！我看打得真得劲儿啊！嘿，张公公，让俺也打一下。是王啊！你们大闹国公府，孤罚你们，可服？谁不知道现在朝廷之上是我父王说了算？一个名存实亡的太子，竟敢在这耀武扬威！太子是皇位正统继承人，岂容你放肆？你拿皇命压我，我不敢不从。但若敢对太子无礼，只要太子一声令下，我就率铁骑踏平你摄政王府。沈庆，别以为太子帮你撑腰，我就可以得意。父王把我安排在国公府是有用意的，等父王来此，我看你怎么蹦的。用意？姑也好奇，你是皇叔血脉，为什么会让你生在国公府？但想必你们也不会说。不过没关系，重刑之下定能开口。张公公，宣我口谕，将军和郡主欺辱朝廷重臣，目无尊卑，以下犯上，上夹棍之刑。是，劝郡主说出王爷的用意，否则怕是要落下个残疾。你敢动手？是好大的火气呀！父王，王爷，你先出去把守府门。是。皇叔哪里话？这二人不分青红皂白，大闹国公府，还对国之重臣动用私刑，更别说你女儿还冒充嫡女数10年之久。若姑不小惩大戒，难以服众。我和嫣然母亲的确有染，她母亲也的确是我安排进国公府，不过我自然有别的目的。王爷调换我的亲生女儿那么多年，还如此轻描淡写，今日必须给我一个说法。说法？好。皇叔这是何意？那是因为他们国公府通敌叛国。那是因为他们国公府通敌叛国。哼！侄儿未来要继承大统，这群歹徒万一暴起伤到你，我可没法向大哥交代呀！我去你奶奶的！老子他妈要是通敌叛国，你个瘦不拉几的王爷还能站这狗叫？皇叔真会说笑，他镇国府镇守大夏1000年，若有反意，这皇室怕早就换人了。王爷别欲盖弥彰了，你把女儿送入我府中数10年，怕是有其他用意吗？数10年前，我意外得知国公府意图造反，我以女入局，就是为了拿到国公府造反的证据。毕竟这女儿可是你最亲近之人呢。没错，父王把我送进国公府，就是为了查找国公府通敌叛国的罪证。国公府怎么可能通敌叛国？我在府中从未听说，
以前些年一直在猪圈生活，此等大事自然只有我才能接触。是吗？那你潜伏这么多年，可有找到任何的证据？当然，我潜伏多年，最终在他书房暗格找到这个。这是沈庆和敌国王大将的书信，还有他泄露的边防图，是他通敌叛国的铁证。这是他和敌国王大将的书信，还有其泄露的边防图，是他通敌叛国的铁证。夫人，你真打算造反，也不和俺说一声？现在关键的人都在，咱们直接动手抓了，让夫人您当女皇啊！这畜生说的话能信吗？明着给你下套，你还往里面钻。不过夫人真要造反的话，直接下令便是。既然嫣然小姐说这是通敌书信，不如打开一看。你通敌叛国，还有脸笑？我不妨告诉你，这书信落笔是北国敌将完颜洪，他已在1周前被我军擒拿，现在还在来大夏的路上。此事我可作证，夫人曾禀告于我。哎呀，我却是忘了告诉皇叔了。那这边防图又作何解释？哼！这地图上标注的琅琊国，1年前就已废弃，何来泄露边防一说？王爷辅佐太子，却不处置军中事务。我早知道你会狡辩。这敌国贡品和阴阳账本，你又作何解释呢？这玉石价值万金，是北国所赠。我曾经亲眼看见有人把它交给母亲，包括这账本。阳本是他为了躲过朝廷搜查，特地伪造，这个阴本才是真的。哼！沈庆，你以为你毁掉你通敌叛国的证据，是不想认罪吗？张公公，数年前陛下寿宴，倭国曾进贡1块玉石，陛下不喜倭国，就顺手赏赐给我。公公可还记得？咱家记得清清的，宫中的赏赐录也有记载。哼，一个弹丸小国的贡品我都不心疼，你倒心疼上了，还把倭国使臣看成敌国送礼。好歹我也把你当做亲生女儿一样教了20年，怎么把你教得如此愚昧无知？那这账本你作何解释？上面的笔记可做不了假。这本阴本确是夫人的笔记，记载了国公府收了他国礼物，却没上报朝廷。这现在证据确凿，还有什么好看的？赶紧把他和这群逆党拿下！怎么生变呢？通敌叛国可是死罪呢，我就等着看你们一个个人头落地。可这个阴账本是你伪造的。沈清，你别死到临头还在这颠倒黑白。这账本上的字迹是你，纸张也颇有年代，你要怎么狡辩？光从字迹看，的确是我所写，但你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大家看看，杨账本去年11月2日
府内进账3283两，应账本加了一笔，收他国白银56780，加起来总数应该是60063两，但这应账本上写的58921两，哼，少了1000多两，去哪了？大哥，这说的啥呀？俺怎么听不懂呢？你好好看。夫人管理国公府多年，这阳本上的账记得清清楚楚。反观这阴本，账目混乱。如果都是夫人所写，怎会犯这种低级错误？怕是有算术不好的人故意栽赃陷害。京城谁不知道你楚嫣然从小不学无术，算术极差，没想到如今你连算都算不明白，还敢伪造账本，诬陷我国公府造反！哼哼，你这小妮子，脑子跟俺一样不好使，还不如就跟俺入军喂马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。这账本也是别人给我的，误会你国公夫人，可真是不好意思。房叔，纠缠半天，到头来你说的造反，竟然都是些误会。如果再没有实证的话，这诬陷造反的罪可不小，即便我内心不实，也只能定皇叔的罪。废物，物证可以伪造，但人证呢？笑我！整个国公府都是我的人，哪有你说的什么人证？朱雀将军，过来吧。朱雀，你干什么？王爷，微臣可以证，夫人她的确有通敌犯国。朱雀，你和俺们都是夫人的心腹，现在居然敢叛变，老子他妈宰了你！朱雀，你爹娘早逝，你15岁便随我夫君入军，你背上无数刀疤，是替我夫君扛了一刀又一刀留下的。这些年我夫君和我自问待你如亲弟弟一般，如今你就这样对我们？沈庆，你此言差矣。将军只是良心发现，不想大夏被奸人所害，这可是忠心爱国、大义之举，又有何错呢？将军，你好好说说，国公夫人是如何通敌叛国的？是，夫人看现在陛下病重，太子残疾，是谋取皇位的最好时机，于是他就暗中许诺高丽和倭国数座城市，要我在明晚打开城门，协助两国帮他造篡位。呸！我放你娘的屁！夫人要造反，一声令下，我10万铁骑就可踏平京城，还需要那2个巴掌大的小国帮忙？哼，是夫人不想让国公府名誉有损，于是才让别国做这个坏人。等到人都死完了，他再领兵出现，做这个救世主。将军此言可有证据？这是夫人亲笔写的密信，上面还有国公府的印章。夫人的印章常年不离身，这密信难道真是夫人所写？但不对啊，夫人若要造反，怎么会只告诉朱雀一个人？沈庆，现在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无话可说。是，你也看见了，这沈静通敌叛国，证据确凿。儿子，把他和其他几位将军绑起来，拖下去审问。你敢？我看你们谁敢！不可能！你们这是在污蔑我母亲！殿下，夫人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朱雀会叛变，但若我们不还手，怕是要落到冤死的下场。不如我们现在就带兵反了。把武器放下。夫人，夫人，放下！母亲！
怎么现在承认的这么果断呀？刚才你不是连牙俐齿，要替你报仇，事事还以颜色吗？我说，你就是个废物，即便实力再强，又怎样呢？还不是翻不出我父王的五指山，几道尾咒就能把你搞死。你个王八蛋！白虎！白虎，朱雀，白虎是你出生入死几十年的兄弟，你怎么能杀了他？死得好，我早就看这蠢货不顺眼了，三番五次敢出言羞辱我，蠢货，叫你出言不逊，你个死奴才！住手啊！你这个贱人，我杀了你！将军，手刃兄弟当做投名状，本王心领了。以后你就是我麾下第一大将，定不辜负将军的一片忠心。一向要强的将军独女怎么能哭呢？不是你的坚持害死了他吗？就算哭也要留到后面，因为我会当着你的面一个个的折磨你最爱的人，让你听够他们的惨叫，看着你痛哭流涕的样子，再送你上路。带走，押往大牢。是。楚嫣然，你一定会遭报应的。快点！皇叔，碍你事的人都不在，是不是该谋朝篡位了？啊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好像搞得叔叔要造反一样。皇叔想造反也不是一日两日了。父皇重病卧床，包括我这腿，都是皇叔的手笔。当然了，父王谋划几十年，把我送进这国公府，和沈庆的女儿调换身份，就是为了让我继承国公之位，掌握兵权，这样就可以逼迫你让位。毕竟你只是个残废，我父王继位，名正言顺。结果我皇叔却因为你这蠢货以身犯险，亲自出面救你。要不是皇叔事先让朱雀将军叛变，你早就被国公夫人给玩死了。那又怎样？以后我便是这大夏的长公主，而她就只是乱葬岗的一具尸体。谁会管这过程如何呢？只要接下来好好配合我父亲上位，我可以替你求情，赏你一块封地，让你安安稳稳度过余生。若我不答应呢？那明天京城就会传遍孩子被国公夫人亲手杀死的消息。曾经我大夏被他国兵临城下，那代的皇帝宁愿上吊自裁，都不愿降于他国。如今的我亦是如此。好，不愧是我好哥哥的儿子，有骨气。送他上路。殿下！护符！王八羔子，见你爹没死，吓破胆了！哈哈哈哈哈！你的伤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还活着？哈哈哈哈哈！你们这群要造反的王八羔子都没死，俺怎么能死呢？还故意陷害我家夫人！我呸！俺这辈子
最讨厌你们这些玩阴的小人！父王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是局，这是局，快杀了他！朱雀，你不是叛变把沈清绑到松阴大牢吗？朱雀从来就没有叛变，而我刚才是去剪除你摄政王府的手下去了。你敢杀我的人？有何不敢？哼，你们刚才自己说了呀，所做一切皆是为了造反。那我杀你那些帮凶，有何罪过？而且自始至终，你都在我和太子的局里。你绑架了朱雀的妻儿，威胁他叛变。你自觉有人质在手，他不可能告诉我。可你低估了他的忠心。夫人，这是朱雀将军的飞鸽传书。朱雀第一时间就告诉我，而我让他先按兵不动。一开始我还想不通，为何你要威胁朱雀叛变？直到我是大夏郡主，是摄政王的女儿。楚嫣然说出她是你的女儿，我才明白，你是想夺取兵权造反，谋取皇位。所以我让楚灵把朱雀的书信移交给太子。殿下，这是夫人让我交给您的，说您一看就明白了。看来夫人是知道摄政王要造反了。待会儿朱雀不管做出何等新闻，咱们都好好演戏。你再找机会告诉夫人，说人质和证据都在王府。之后，我让朱雀故意叛变，并避开要害，假装杀了白虎。蠢蛋别多问，快倒地上装死。这样现场就有人保护太子，我再假装被绑离开，去你王府救出朱雀的妻儿，查出你要造反的证据，哼，再回国公府取你们的性命。现在造反的事，我已派人传遍京城，包括我还在你府前公布了你谋权造反的证据，你已经没有任何翻盘的手段。父王，你想想办法呀！我在这国公府生活了这么久，付出了这么多，不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当上大夏的长公主？还不是你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要是你斗过他们母女，现在整个大夏都是我的了。沈清，你好算计啊！仅仅一点信息就知道我们要谋权造反，还提前布局了这么多。但那又如何？皇室祖训不可同族相残，太子杀不了我，你也不行。我被关进宗人府，照样能活得舒坦。到时我会在宗人府天天咒你全家不得好死。的确，皇室祖训不可杀害同族，我也没法下令处死你们。但夫人不同。春儿，取尚方宝剑了。春儿，取尚方宝剑了。尚方宝剑？尚方宝剑乃大夏开国皇帝所赐，上大昏君，下斩奸臣。太子不能杀你们这帮造反之徒，我能。母亲大人，你好歹养了我20年，是条狗都有感情的，你饶了我，我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母亲。妹妹，都是姐姐的错，姐姐不应该这样对你的，我才是一条狗，哪怕你之后让我在猪圈里生活一辈子都行，
求求你了，你让母亲放过我，放过我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放心，我不会杀你。但你不是想夺走灵儿的凤命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吗？所以我会把你嫁给一个农夫，让你一辈子春耕秋收，相夫教子。想必这如麻雀般的人生，比死更让你痛苦。你就在往后的时间里，好好忏悔吧。想必就算没有国公夫人，侄儿你也有手段对付我吧？事到如今，这些不重要。也和你母后一样，为善利己。早就知道我大哥有废除另立太子之心，所以哪怕早知道我要谋害大哥，也没有出手阻止。你安的什么心？当我不知吗？哼！成王败寇，输了我认。但你想让我死在尚风宝剑下，进一步羞辱我，休想！夫人今日诛兄讨逆，此乃大功一件。回宫后，我定当昭告天下，论功行赏。谢殿下。还有一事有求于夫人，我愿娶楚灵姑娘当太子妃，不知夫人是否愿意？此等大事，夫人可与小姐商讨后再做答复。殿下，当初为了应付摄政王，殿下只能装残疾。如今阻碍您登上皇位的人都死了，殿下终于可以战了。宫里不是还有一个？回宫。灵儿，太子要娶你，是想和我国公府绑定关系，好让我府未来全力帮他稳住皇位。但你若不想嫁，母亲在这儿也绝对无人敢逼你。母亲，灵儿刚回到您的身边，未尽孝道，还不想嫁人。好，母亲依你。到时候你喜欢哪个公子，和母亲说，母亲定百里红妆送你出嫁啊！宴席重开。